头发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没有理啊，我没有理头发。你这个头发应该是有烫过吧？没烫过，没烫过。就是我不知道上海这边有什么好的理发店啊，然后我现在还没开始理，因为我刚到上海嘛。你是租的房子还是住朋友家？租的。刚来就租豫园路，还好，没有租很贵的，小洋房是吗？不是小洋房，小破房，是那种木地板的。嗯，对，木地板。所以你是要在上海工作了？对。做什么网红吗？也没有做网红吧，因为还在找工作嘛，所以目前就先干自媒体。现在找工作很难吧？很难，武大的也找不到，武大的也找不到。你是那个什么翻译，是什么外文的专业是不是？对，我是读英语口译专业的。那还不好找，但我不干这个，就是你不想做这个。对，我感觉可能没有这天赋吧。而且这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训练自己的听译能力什么的。所以英语不好是不是？英语不是不好，就是翻译这个专业对我来说，可能我没有太多热情。哦，对。那当初怎么会选的呢？当初挺有热情的。当初选这个就是想去，可以说嘛，就是外交部。是去那边做同传译员啊什么的。但现在感觉自己确实一是能力也不够吧，二是热情也不够了。你是看了那个叫什么杨幂的外交官是不是？哦，不是。所以现在做博主有赚到很多钱吗？其实也没有很多吧，但是可以维持你现在的生活。可以，差不多 balance， 但是还是要节约用，因为不能大手大脚。因为我现在体量也不是很大，所以能够生存就行了。因为上海的物价很贵嘛。对，而且还要攒钱，有很多事情要干啊。物质方面，只对，就是住的地方不要太乱就行。吃的用的差不多就好，因为我还要攒钱，之后有很多计划啊，比如说像是养猫、去外国留学什么的，所以都需要花到钱。所以你在上海只是过渡，差不多吧，目前是这么想。那万一有好的机会呢？那时候肯定会权衡嘛。房租贵吗？房租还好，大概就是5、6千块钱左右。这边房价还是很贵。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住远一点？因为这边方便吧，去朋友家啥的比较方便。这边就是出去，你主要是也可以拍摄，很近。你拖个行李箱，你随便豫园路找个地方你就可以拍了。所以就这点会比较好一点。走着走了还是有点热。是。稍微拖一点，不然的话会说什么不雅观啥的。谁说不雅观？这个链条到这儿嘛，然后胸差不多就到这儿，这沟就在这儿了。它这样设计就是可以拉下到这边来的。可以啊，但没必要。大嘴脸啊！我现在脸上有没有肿啊？还好吧。你有吃过这种海星吗？我是海边人。没有，我说你吃过这海星吗？没吃过。这能吃吗？它放上来就能吃吧。全天花椒酱全天还真可以吃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水电鱼，是不是已经不知道要选什么了？确实，不知道吃啥。那边还有一堆。还可以点个面。你内脏是不吃的，是不是？我很少吃内脏。拿了这些还会拿吗？应该还会拿吧。应该会吧。所以你是喜欢吃甲鱼的，是不是？也没有，因为武汉有一道菜叫甲鱼炖，反正炖甲鱼挺好吃。然后那次就是吃完之后发现甲鱼很好吃。我不行，我受不了。为啥？我觉得很恶心。
但是我尊重吃甲鱼的人。还正常，有些人也不是田鸡，也觉得田鸡很恶心。所以你给上海的时间是多久啊？2、3年，留学要留很大一条哦，不是说走就走是吗？那不行啊，那你总不可能再向父母要钱吧？你是读什么？读研啊？过去出去读个2硕吧。硕士也都这么难找工作吗？我们这个文科本来就业就比较会相对困难。但我总感觉英语口译这种应该很好找哎，感觉都是那种稀缺人才。但是英语应该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学英语的人，英语很多，然后怎么说呢？就反而就没有优势了，是不是？一个是你现在就是低级的这种翻译是很容易被取代的，你要不断的成长，你才可能会被市场需要。但是对于刚毕业的人来说，很少部分的人会做到这种水平。但是找工作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缘分嘛，就有的时候就是机遇占很大一部分。我觉得还是机遇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现在做了博主以后就表情就会很多？哎，确实，就不自然就会开始那个表情控制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但其实我应该没有那么控制表情，就是会注意一下镜头啦。但其实你看我直播的时候，其实表情经常会失控。所以你们室友都去哪里了？出国留学去了。都出国留学了。对。其实有的时候出国留学也是一种逃避吧。确实。他们本来应该跟我一起毕业的，但是他们现在都比我晚一届毕业。就可能就业形势也不乐观，就索性在出国。是的。有些人是要看分人吧，有些人是确实就是逃避吧，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简历更好看一点。然后我认识的在日本早稻田学新闻专业的，你知道他毕业做了啥吗？做 IT。那他自己学吗？这个是就自学啊。那也能留下来？只有这个比较好留吧。那你出国留学去哪里啊？还没定，先把钱挣到吧。如果想去的话，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法国。去年本来也升了，也想去法国，后面觉得还就业比较要紧，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出国留学。反正就业都已经这么困难了，但我感觉今年好像更难。我室友投了80几份简历，只有1个回信。我去年投30几分，大概有1/3的回复率吧，但是今年他投了80几分，只有1分，所以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更难。但在上海，说实话，最近太忙了，也没有时间去运动。等我这次出差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好好找个健身房，还有拳击馆练一练。所以最近身材有缩水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有。哎呀，这家店挺好吃的。你是6月23号搬来上海的？对，也快1个月嘞。但也没住几天。对呀，就很亏。可能就住了1星期左右。我挺喜欢吃海带苗的，对，它很嫩。你是哪里人？福建福州人。但是你口音不是福建那边的，你口音是那个叫什么？长沙的。长沙？有点长沙味。真的假的？可能我在外地比较久吧。有人说你像长沙的吗？没有人说。有人说我长得像武汉人。武汉人。长得像新疆人都有，但最多的是觉得我像日本人。就那时候在镰仓去玩嘛，我穿了一个韩国制服，就被2个女生问能不能合照，然后他就拿日语跟韩语翻译了一下，能不能合照？但是开口第一句是韩国人，挺好玩的。这一盘一盘都是10几块钱，你觉得贵吗？没有概念。福州有一家叫朱富贵，跟这个也一样，但我觉得他那边的食材，因为可能靠近海了会更鲜。你们福建吃海鲜便宜吗？反正我吃海鲜我还是觉得挺贵的。但如果你看我在福州吃这一家的话，大概人均是在150到200。我感觉这个应该会比海底捞便宜一点，因为现在海底捞也很贵。我好久没吃海底捞了，因为我之前吃海底捞，我感觉还行，因为我有那个学生优惠。学生卡。我一般都是9点，晚上9点大概40分在门口等，到10点就可以打6、9折嘛。啊，它不是全天的？不是全天的，因为你是硕士的嘛，又是武大的，然后结果现在就来上海做
自媒体，而且自媒体也是做颜值类的，嗯，就是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那种，会不会觉得很亏啊？不会啊，就觉得也无所谓。因为是个过渡期嘛。嗯，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，至少勉强就是可以 balance 我生活开销的一个就是坚持。就爸妈有发表什么意见吗？爸妈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他万一看到这一期怎么办？那我要被妈骂死。那你爸妈觉得你来上海是干嘛的？他们其实挺支持我去感受不同的生活吧，所以他们就是觉得我来上海就是体验一种全新跟福州不一样的生活，跟学校不一样的。你上海准备做饭吗？要，不然的话太贵了。你那个地方是可以做饭的。当然要选有能做饭的房子，刚买了锅碗瓢盆，还有味精什么的。你应该只吃水煮之类的吧？会爆炒之类的吗？水煮吧，吃健康点，因为如果你要上镜的话，你也可能吃太多盐、钠什么的会走。英语口译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可以直接别人说一句你就口译出来是吗？对。那不就跟同声翻译有点类似吗？那个更难。我一般做交替传译，就是你说一段话，然后我给你翻出来。那这个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使用场景啊？就是可能是像一些比较私下的会晤，比较重要的会晤吧。就是同声传译就是贵在时间；交替传译的话，就是耗点时间嘛。那你们就很尴尬啊，就是时效又没那么快，那么重要，就有很多人会选择翻译就好了。对，是的。所以你准备健身是要健身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线条在就行，那能再壮点就好。因为我现在有点太瘦了。你多少斤啊？120左右。你才120，多高？180，那有点瘦了。因为上海那种叫健身房真的很贵，然后我现在刚毕业，就是也不能大手大脚的，就是两眼一闭就是开始，好买了。他们很多来上海的小朋友都是要去 Pure 的，就是一个健身房叫 Pure， 你知道吗？第一就必须要去的啊。你应该是有一个，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这样，然后顺便做自媒体，这样是最好的一个状态，是不是？对我来说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这顿火锅吃了700多块钱啊，但是打6.6折哦，300多，可能300多还可以。你现在皮肤很白，你素颜霜有涂吗？素颜霜涂了呀。当然要涂点了呀。哎呀，忘记带我的尺子了。尺子？什么尺子？我现在有一个环节，就是会量嘉宾的鼻子。这是什么环节啊？有一次有人问我，你选嘉宾的那个标准是什么？是因为选鼻子大吗？是鼻子。我说没有，因为帅哥一般来说鼻子都蛮大的。是鼻子山根高，对，挺嘛，就会显得鼻子大嘛。不是说我要非要去选鼻子大的，好不好？是人家恰巧是帅哥，然后鼻子大。那我觉得我鼻子还好吧。你有量过自己鼻子有多长吗？谁没事会量自己鼻子多长啊？就是会量别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别的地方其实会丈量一下，就用手，当然用尺子啦。那不然呢？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念书的时候，念高中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攀比心。你不会在宿舍是跟别人比吧？是吧？但我没有这样，所以你满意吗？还好，还行。